你风流倜傥，无人能挡。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，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遍布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雨水成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一共6块钱，谢谢。阿娇，我买东西给你吃。出来吃，来，出来吃，来。那这杯咖啡呀，英文名叫做咖啡基诺。还有这个蛋糕，这个蛋糕很特别的，你看，漂亮吗？漂亮吗？来，过来吃，来，坐下来吃。我不饿，你吃吧。坐下来吃，来。我是个粗人，怎么吃这样好的蛋糕，喝那么好的咖啡？这个蛋糕啊，要3块钱的。还有这杯咖啡啊，要2块8。来吃。周末还为昨天的事生气？没有。昨天晚上你回来，我已经跟你讲 sorry 了，你生气到今天早上。真的没有。没有你就吃，你吃就代表不生我的气啊！我喂你，来吃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很好吃。你也吃啊？不要。来吃啦。不要。那好吃好。真的很好吃啊！难怪啊，这么小块的蛋糕也要3块钱。来，你就喝那个咖啡精哦。怎么样？好喝吗？很苦啊。很苦，我喝喝看。真的很苦啊！这种咖啡啊，要自己放糖的，买的时候忘记跟他拿糖。我去里面开一包。不要啦，拿回家喝喽。冷了就不好喝，这种咖啡啊，要稍喝的，加一点糖，来，够吗？够了，来搅一下，你喝喝看，怎么样？甜吗？香吗？哇，真的很好喝嘞！你喜欢喝，我就每天买给你喝。这么贵的咖啡，叫我喝也不能天天喝吗？这样就1个礼拜1次，啊？对呀，昨天晚上你去了哪里？啊？你一个人啊，在这边啊，人生地不熟，我很担心啊，担心一个晚上，不懂你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去海边。你去海边啊？你一个人去海边啊，很危险的。以后不要这样啊，知道吗？昨天我发脾气，所以我对你，哎呀，总之我是对你好。你这样年轻，又从港崩出来的，很容易上当的。很多男人啊，都专门找你这种女人下手的。
尤其是那个罗家富啊，他是个演员呐、他嘴巴很厉害的，很危险啊，你要小心啊，知道吗？那香菇怎么卖呀？哦，来啊，你慢慢喝哈。那男子的身高180，身体非常的壮，肌肉非常的发达，微笑的时候，咦，还会露出那满口白牙。笑完了之后，哇，还会用他的双手去抚摸他的咻乌黑秀发，摸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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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摸摸摸摸摸摸，他的眼睛会说话。他说：“小姐，你今晚寂寞吗？”哎，他的嘴巴很甜，很湿润。哎，你在想，如果你能够成为他的口水，也不错啊。他的眼睛在寻找，找到了你。他的嘴巴没开口，可是他的眼睛在说话。他说：“小姐，怎么今晚你这么不乐的啊？”他又在找啊，找到了你。他的嘴巴微微的一笑，眼睛眨一眨。他说啊：“你不是我的杯中茶。”但是他还是一直不停的在寻找，找，最后找到了你。这时候，他的眼睛放光芒啊，嘴巴喊个不停，他喊：“就是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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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是我的梦中情人。今天晚上我要带着你到处飞，飞到天堂啊！”好啦，今天晚上特别为阿娇呈现的表演呢，就到此为止啦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阿娇，阿娇，啊？把蛋糕吃完，然后关店，早点回家休息。哦。哈尼，什么事？我想出去一下。去哪里？Orchard Road 你要去澳洲做什么？看看咯。有什么好看？那边的东西很贵。我就是要去看看。改天。不，我现在就要去。你会去没？很容易吗？搭巴萨兰的搭地铁咯。还是不要啦，那边人多，车又多，我看了会晕的。我就是要去。好了，我带你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可以了。听说很方便的，地铁站哦，上去是 Orchard Road 了。我带你去比较好，那边我很熟，我还可以带你到处看看。喂，阿娇，怎么样？你可以出来吗？不行哦，我不会跟你去 Orchard Road 了。为什么？他不让你出来啊？不是，他说他要带我去。啊？我看啊，他八成是怕你给跑掉。对不起哦，我改次要跟你去吧，拜拜。这里就是 Orchard Road 啦，走，我们去走走。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 shopping center 咯，那里呢？也是 shopping center 哦。哎呀，整条 Orchard Road 就是 shopping center 就对了啦。
哎，我听他们说这里有一间很大间的 shopping center， 叫做益安城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在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又说对这里很熟。这边每天都在变的，变到你看我不认得，以前不是这样的吗？那你多久没来了？大概7、8年了。哎呀，走了走了，这边是 shopping， 全部 shopping 来的，有什么好看？走走走走走。喂，阿娇，阿娇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只想去 shopping center 看一看。这边的东西很贵的。我不会买的，我只想看看而已。哎呦，你看是不是全部是 shopping center 来的吗？你，我们在鱼缸里面呢。你看，你看，鲨鱼啊！给你们看，走走走走。很美哦。我们在这边看鱼就好了。我去那里看。叫，我休息一下子，你去走走，等一下回来找我啊。哦。喜欢就要行动。怎么会是你啊？你喜欢不行动的话，你永远都不可能得到你喜欢的东西。你在说什么？那，就像这件衣服，你很喜欢这件衣服，那就应该进去试一试啊。你一直在外面看的话，你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这件衣服的。不要了，老高说这些东西很贵的。老高，睡着啦。其实贵的定义呢，是因人而异的。对老高来说，一件20块钱的衣服，他可能觉得很贵。可是那样的衣服应该只是穿在他身上，而不是穿在你身上啊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只有这样的衣服才适合你，对不对？走吧，我们进去试一试。走吧。你要的衣服，好，试衣间就在那边。好，可以，谢谢你。来，进去试试看吧。不要了。试衣服是消费者的权利，试过之后不一定要买的啊。来试试看。来，快！小姐啊，刚才那件衣服多少钱120。120，好，谢谢。还好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我觉得有点暴露了。不会啊，你穿起来很漂亮啊。我还是不习惯，我把它换下来。不要，这件衣服真的很适合你。来，你自己看。这才是真正的你。那，你就像是一面蒙着灰尘的镜子，被遗弃在堆积着许多杂物的地方。所有的亮丽，所有的光芒，全部都被遮盖了。但是现在可就不同了，所有的灰尘全部都被擦去了。你看到了真正的你，
下来。小姐，这件衣服我们要了。喂，你不是说是可以不用买的吗？对啊，可是试了之后这么漂亮，不买怎么行呢？你放心，不会很贵的啊。不用了。可以啦，不用再讲了。来来，赶快去换衣服，来换下来，快点快点。来，我再把钱还给你。不用啦，我送给你了。不行的，我不能花你的钱。我承认我没有什么钱，可是即使现在我只有120元的话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全部花出去的。只要你喜欢。谢谢你。不客气啦。哎，走啊，我请你去吃冰淇淋。不行啊，老高。你看，就算我们逛了整个乌节路啊，他都还没有睡醒的。走吧。雪糕真的很好吃啊！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雪糕。你以后什么时候想吃，我就带你来吃啊。这是什么食物啊？哦，这是章鱼丸，不知道好不好吃哦。当然好吃啊！我买一个给你吃。我要一个章鱼丸。好吃吗？很好吃啊！哇，这手表好漂亮啊！糟了，已经那么迟了，我要走了。送外卖？我没叫啊。对啊，是这里啊，钱已经付了。哦，谢谢你。对不起。喂 Hello， 食物收到了吗？原来是你啊！你以后不要这么做了。幸好他不在店里面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。放心吧，他在咖啡档喝咖啡，我才交给你吃的。这种东西很贵的，你也说你是舞台剧演员，赚的不是很多钱，以后真的不要花这种钱了。好啦，他昨天有没有问你什么啊？没有，我回去的时候他在睡觉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出来啊？对不起啊，我有顾客，我们改天再说吧，拜拜。对不起啊，没看到你。没关系，我是刚到。你要买东西啊？哦，不是，我这里呢有一些护肤品的样品，想问你要不要？这么多，一定很贵吧？这些是样品，不卖的。那谢谢你。不客气，上次你帮我，我都没有机会谢你。那是应该的吧？你一个人看店啊？老高去吃午餐了。哦，来坐吧。会打扰你吧？不会，这个时候没什么顾客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怕弄脏你衣服。哦，谢谢。你今天好漂亮。因为要见客户，所以穿得比较整齐。你一定赚很多钱吧？不会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这么问的，好没有礼貌。没关系，反正我觉得跟你蛮好聊的，有什么话你就说，不要那么见外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我在新加坡没有什么朋友，有时候想找人聊聊天都很难哦。哎，要不要吃？哦，我吃饱了。刚才我跟客户呢来这里的小贩中心吃肉骨茶了。你们也来小贩中心吃的啊？我还以为你们一定上餐馆的。
不会啊，我们也常常到咖啡店啊、小贩中心里吃的。有时候耳膜客户来到新加坡，指定要吃这里的美食，所以你问我好吃的鸡饭啊、拉萨啊这些在哪里找呢？我一定知道。你的工作真的很有趣哦，不像我，每天在这小小杂货店里，如果没有出去看看，连外面世界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啊。就比如啊，一些蛋糕可以做得那么漂亮，像艺术品摆在橱窗里面，还有啊，一些手表可以卖到10几20万。你在哪里看到的？哦，这个咯，那个地方好热闹，好繁华啊。我现在发现到，新加坡这种地方，你要穿得好、吃得好，真的要赚很多钱哦。你要不要喝咖啡啊？我打个电话就送来了。不用了，阿娇，我也得回去公司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对了，家福有没有来这里啊？没有，还没有来。你不用那么紧张，我只随便问问而已。家福这个人呐，很小孩子气的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有时候可能会忽略别人的感受。我家婆是担心他来打扰你们。他没有。那就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嗨，子斌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啊？我是来看你的，开玩笑。我真的是来看你的。我来跟你们 CEO 谈点东西，所以怎么可以放过这个机会来见你啊？你知道了，你最近真的是很忙，每次约你出来吃饭你都不肯出来，只好借这个机会来见你喽。借我办公室再谈吧。好啊。嗨，森先生。Hello。嘿 ，Mango，有人送花给你。是谁呀？不是你老公，那就是情人了喽。要死啊！哎，是他送的啊。随便坐吧。哎，你的办公室好像小了一点儿。你这大总裁坐过来大办公室，当然不习惯了。不是这样，我为你准备一间比这里大3倍的，你过来帮我的忙，好不好？怎么想挖角？对呀，怎么样？你的薪水多少？我给你多1倍。饶了我吧！哎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的才能我很清楚。我们的公司正在开拓中国市场，正需要你这种双语人才。怎么样？这又是你《孙子兵法》的第几篇啊？子斌，我已经是有夫之妇了，所以你的这个送错了地方。还有啊，即使你再给我10倍的薪水，像王宫一样大的办公室，我都不可能。不会再给我机会，对不对？那证明你现在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，恭喜你。谢谢，我现在真的是很幸福。看你这么幸福，我也替你高兴。不过，对我来说，你结不结婚都是一样。我是不会掩饰对你的爱的，更不会放弃追求你。我一定会追到你的。家福是不是也像子斌一样，即使人家已经是有夫之妇了，还是理直气壮的追求人家？家福，二嫂，这么早就回来啊？那是不是有下午茶可以吃啊？下午茶没有，3杯咖啡要不要？当然要啦。哎，我请你喝咖啡，你得老实回答我一些问题。还要附带条件啊？那倒不如不要喝了。咖啡可以不喝，问题不可以不回答。那这样我不是很吃亏？咖啡不喝白不喝，当然要喝啦。第一个问题，今天下午你是不是订了个披萨给阿娇吃？看你的表情就知道答案是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。昨天你是不是带阿娇去乌节路？看你这个表情，又证明了我的推测。
推测。哇，你真的很厉害啊！我以前在大学啊是修心理学的，所以最会察言观色。难怪你做这一行啦！你们做这一行啦，最需要观察客户的脸色，对不对？不过有句话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还有另一句话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我说二嫂啊，这咖啡呢真的是很香啊，可是喝杯咖啡呢，就好像在被 CID 盘问一样。罗家福先生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？报告梅等，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啦。我只是订个披萨给阿娇吃，然后再带她去乌节路走一走、逛一逛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，又不是犯法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人家是有夫之妇啊？二嫂，你的头脑不至于这么迂腐吧？你又不是看不出来，阿娇跟那个老高根本都不配。阿娇是被逼嫁给老高的。哎呀，现在什么年代了，哪里还有逼婚这种事？有，当然有啦。你不要以为这年代已经不同啊，人类即将登陆火星，就好像觉得已经脱离以前的野蛮时代了。这些啊，都是一厢情愿的说法。其实，现在这世界上还有很多黑暗丑陋的一面，是我们没有察觉到的。就比如说好了，逼良为娼啦，买卖婚姻啦，童养媳啊，同妓的。我们每个人真的是过得太幸福了，幸福到连我们都无法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幸的人。好，如果像你所说的，阿娇是被逼嫁给老高，可是他们在一起那么久了，如果他真的想离开老高，他不可能没有机会吧？他选择安于现状，就好像一只鸟一样，他被关在笼子里面，关啊关啊，关久了之后就习惯了。他不是不离开，他是选择了习惯这样的环境。所以，你就把他带去外面，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，让他不再安于现状。没错，我就是打算呢，要从变态老高的手中把他抢过来，把他救出来。你不要这样说老高。我这样对他讲已经算很不错了。可是再怎么说，他在法律上是阿娇的合法丈夫啊。你现在跟人家的老婆在一起，道义上是你不对。如果我对阿娇见死不救的话呢，那我就更加没有道义了。什么见死不救？什么意思啊？你都不晓得那变态老高怎么样对阿娇的，打他，咬他，有时候把他弄到遍体鳞伤，你知道吗？如果阿娇再继续跟他生活下去的话，迟早有一天老高会把他整死的。可是你没有想过事情的后果，你有没有想过妈会怎么想？那如果我想这么多的话，那我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敢做了？总而言之啊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会为我自己所做的事情而负责。家福，你不只要为你自己的事负责，你还得为阿家负责，为老高负责，还有为妈的健康负责啊！不是吧？那我不是要为全世界人负责了？你不要笑啊！如果事情处理得不好的话，会乐极生悲的。哎呀，二嫂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是不是害怕老高会对我做出一些不利的事情，打我啊，或是砍我之类的？你不用担心，你让我自己去面对这件事情，我的事情你们不要管 ，OK？ 谢谢你的审问，谢谢你的咖啡，就这样啦。万一有一天阿娇离开老高，你会怎么办？哈哈哈，哄堂大笑，开怀大笑啦。那如果阿娇说她要跟着你，你怎么办？我是个女孩子，我知道一个女孩子不会轻易投入一段感情的，可是，一旦投入了，会很认真的对待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，到时候我就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跟他在一起啦。大姐 ，Hello， 妈，哎，你一个人啊？佳琪呢？出去了。他这几天啊，每次都是这个时候出去。问他去哪里，他也不说。是不是有男朋友啊？哪里知道？他一路来什么事都不会跟我说的。哎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啊？偶尔偷偷懒了。你这个人哪里会偷懒？有的事儿我看到你3更半夜的都在做。做什么？妈的，
你这句话让人有很多联想嘞。什么联想？哎呦，你的头脑真歪的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抱孙子啊？雅琪啊，你跟佳琪最好快马加鞭，赶快做一个出来。可是曼琪有3个孙子啦，哪里一样？外孙毕竟是外孙，好吗的？你这张嘴巴，谁能说得过你啊？让我们出去。哦，喂，哎，请问这里有没有教中国通史啊？哦，那你教几岁的孩子呢？中学以上啊。我的女儿11岁，5年级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她肯定会理解。她是高才班的学生。哦，她唐诗啊已经背了100多首了。好，我明天带她下来啊。等等，请问你们的学费怎么算呢？哦，好，谢谢啊。8堂课300多块，好像贵了一点哦。文文上的还不够多啊，还要上啊？是啊，大姐，像文文在读小学，念中国通史会不会早了一点？怎么会早呢？以前我们小学啊就读历史、地理啦。现在的教育啊，整天说为孩子着想啊，要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，结果啊一代不如一代，将来啊怎么跟中国人竞争？小孩子啊容易吸收，学什么都快的，要学趁早学。而且啊，我听说啊现在的中学啊都不读中国历史了。将来是中国人的世纪，到了温温那一代啊，我看很多人会去中国工作，不懂得中国历史怎么行呢？要比别人优秀，就要懂得比别人多。到时候啊，英文要好，中文啊要顶呱呱，懂得唐宋诗词，懂得中国历史，到时中国人还不对你另眼相看。大姐啊，我真是佩服你，为了栽培温温，你真是落足了心机。就是了，每天晚上我看到温温在读什么唐诗，真的是很辛苦啊。现在不苦，以后怎么会有出息呢？哎，幸好哦，我也记了一首嘞，这样我也不太笨吗？哦，是咩？那你念来听听吧。OK 咯。客人来，爸爸不在家，我请客人请坐下，再敬一杯茶。哦，好棒哦！拜托了，大哥，这是儿歌啊。哎呀，诗歌也是歌，儿歌也是歌吗？哎，你们说我有没有资格去中国发展啊？你一无是处啊，发展什么？去卖裸地咯！哎，姑姑讲哦，她要把裸地跟果啤哦打进中国市场嘞，只要投资30万就可以了哦。那你拿30万去跟他们投资去咯。我也想要有30万啊，可是现在我口袋都不到10块钱呢。那你就闭上你的嘴，每天往那边跑啊！人家说什么，头脑不会想一想啊？幸亏你没有钱呐，要不然都不知道你要拿多少钱出来倒贴。大哥啊，是做人要精明一点呐，像你那样 blur 的样子，去中国做生意的话，会连骨头都给人家吃掉的。你以为去中国做生意那么容易啊？没有周详的计划，分分钟啊去那边白白送死的。那要像我一样啊，现在啊为温温做好计划。10年后呢，就是10年磨一剑了。大姐啊，那你这把剑肯定很锋利。孩子是应该栽培的，可是我觉得你太怕输了。温温现在上的课还不够多啊，你又叫他去学什么中国通史啊？学就不知道学不学得到，钱呢就花了一大笔喽。妈的，什么东西都能省，教育费啊就是不能省。我一定要栽培一个总统奖学金得主。温温受得了吗？妈的，那你就放心好啦，千万不要低估孩子的能力，他们的潜能啊，往往会吓你一跳的。那就像在美国啊，有一个13岁的孩子就大学毕业了。像在我们这里啊，有个初级学院的学生才17岁，一个人管理一间大公司，手下都是大学毕业生啊。哇，这样厉害啊！哎，妈的，以前哦，你应该送我去读什么通史吗？你就不用读，你就通通死了。Hello， 有啊，他在，等一下。大姐，妈妈咪找你。有什么事了？喂 ，Mom help， 什么事啊？阿姑阿嬷又不知我煮的东西了。他们又发什么神经啊？哎，我不管了，我等下去见 client， 打给社吧。社去做工。社做工，我也要做工啊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什么事儿？那2个老的，没几天又发神经了，说什么不要吃妈妈咪煮的，要吃文昌鸡啦、家鸡鸭啦、东山羊啦。
那是海南人的名菜。我又不是海南人，我哪里会煮？我久不久啊，煮一个海南排骨已经很厉害了。你可以带他们出去吃啊。你以为很便宜啊？我自己想吃都没得吃啦。他自己的宝贝儿子女儿那么多，要带他自己带，我才懒得理啊。那你现在回去看看他们。妈的，我现在哪有时间？我约了个顾客在这里见面呢。没事的，那2个老的很会装死的。阿公阿妈，你们吃一点啦。弟弟啦，来，我喂你们。阿妈，来夹。妈妈咪呀，加辣了。Sir， 你回来就好，岛面到现在一口都没有吃啊。哦，你煮什么东西给他们吃啊？就是这些咯，妈咪常常煮给他们啊。阿爸，一對柴有咩味道？大有冇食？大有冇食嘞 Sir， 他们是要妈跟文文回来。文文，昨天不是回来看他们了吗？ Yeah, but they still miss them. 阿爸，阿媽，假戲啲部隊嚟啦，你能冇攞一啲，伊部隊咁少嘅，呢條錢你要跟我離婚啦，多答話一呼吸，一幫先這樣就了啦，了啦，侬就拿骨散，阿爸阿媽，你能冇種逼弄啦，侬散拿骨散嘛，你能帶不嚟？ 弟啦，侬就拿巴不得有弟啊！那弟，侬样要照顾女呢，侬样要趁钱帮家义死稳稳，侬丢弟也无能弟啊 Sir， 你不要讲，你去休息，我来劝他们。休息？我怎么可以休息呢？我现在还要赶去别的 supermarket 推销，我现在是趁着中间空档的时间跑回来看他们2个的。 有人现在食弟弟啦，今日弄回来，那袂包面分有人食，现在食弟弟啦，好不？我没弟了，我没弟了。阿公说什么？他说他要死了。啊，妈妈咪呀，阿公，你不要说这种话 ，You very strong 啊，阿公。我没弟了，我没弟了。你要弟了，弄那钱你要丢弟。 他们要吃就吃，不要吃就算了，大不了大家一起死。没地了，没地。换句话说呢，加上投资回报啊，到时你可以拿到60万啊，多了将近4倍耶！ 大姐真的很卖力啊！我看她一天到晚都忙着赚钱的。哎呀，忙就忙得像一头牛，钱有没有赚到就不知道。他这个人呐，说话有时候真不中听啊！哎，得罪人多，称呼人少。人是很难讲的，也许你现在觉得自己好好的，说不定你已经得了心脏病啊、高血压啊，严重一点呢，也许中cancer了。所以每个人呢，应该要有危机意识。好像最近这样子啊。 莫名其妙跑出一个 SARS 来，那也许打出来，你中煞了，又没有买保险呢、那不止你自己不保险，连你家人也不保险的。OK， 我看我还要考虑一下。不用考虑啦，那你签在这里就行了，早一天投保就早一天有保障。这里。1年7、8千的保费，我看我还要想想。我有事，我要先走了。那这份你拿着吧。好，我们再联络了。谢谢你啊，我再 call 你啊。 大公司的 VP1年7、8千还要考虑，真是开玩笑。
哎呀，他讲考虑，就是不要跟你买吗？你怎么知道啊？哎，你以为新加坡只有你一个人卖保险啊？那换成是我，我要跟一个嘴巴甜甜、身材美美的年轻美女买吗？要死啊！我不美眉。美。我觉得美不美啊，并不重要。就像嘉龙说的，真的口才要甜。像你啊，好说不说，说人家中沙士了，得心脏病，人家听了哪会给你买呀？妈的，你不懂的，我现在是卖保险，不是卖膏药嘞。大姐，妈咪找你。你跟他讲我很忙啊，不要整天打电话来。哦，他现在没有空听啊。哦，我告诉他，大姐，妈咪说你的家务有点不对，他一直说要死啊。啊？我才给你们逼死啊！妈，你们来就好。什么事？阿公他好像要他2点半闪电了。怎么会这样的？阿妈，阿爸，你怎么了？我没底了。妈，阿公一直说他要死啊。阿爸，你没事的，你好好的，你怎么会死呢？啊？你是不是肚子饿？来，喝点水吧。等一下，我煮东西给你吃啊。哎，地球北伯，哦，爸，你的手很冰啊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冷啊？你那里不舒服，我打电话叫救护车送你进医院，好不好？啊？我弟的这。妈，阿公说什么？他说他死也要死在家里啊！妈妈咪啊！爸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，你不要去医院，那我打电话叫个医生回来看你好不好？时间到了。妈妈咪呀，我看阿公真的有点不对劲啊！你赶快打电话给猫 Mango，叫我弟弟来。那个做医生那个，你明白吗 ？OK。阿爸。阿爸。你是好师傅。阿爸，原来你会讲华语的。我有金条给你。金条？我有金条给你。你是好师傅。阿爸，你不要这样讲。你这样讲我也很难过的。我不是什么好媳妇，我没有好好照顾你，我怎么会是好媳妇呢？阿爸，你有金条，你自己留着。等你病好了，拿这些金条回海南岛去买间房子，然后带阿妈回去那边养老。不要看我们这些不孝儿子、不孝媳妇。其实我什么都懂。阿爸，我知道，你只是眼不看为净，耳不听不烦。我有东西给你，你不要跟学子离婚，你跟我照顾妈。你放心，阿爸，我会照顾阿妈的，你放心。我有金条给你。金条。终于等到结束，爱退回原处，该愤怒还
是该认输，爱得那么投入，却不得不无助的向距离屈服。终于还是等到了落幕，无奈的退出，相隔两处，心变得孤独。你总说，若是有缘，一定会。